跑得还挺快。干什么？那不睡觉吗？大哥，恁继续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哈，灯给恁留着。但那破东西不觉得闷呀？摘下来透透气，别装神弄鬼的了。怎么着，还想会会我的刀法吗？怎么样？我刀法还行吧？别硬撑了，还能藏得住吗？还能跑？
是耿大吗？耿大，你是耿大吗？再热闹点，再热闹点！耿大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。 你不要吓我！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啊！你还可以换面具。来呀，带人犯。带人犯。堂下所贵何人？民妇黄爱玉叩见知府大老爷。范妇黄爱玉，
你可知因何本府将你缉拿到此？民妇不知。当真不知。民妇只知道，昨晚老爷夜闯我家，装神弄鬼，吓唬民妇。哦，好，那本府再来问你，昨日见到鬼魂之后，你又说了些什么呢？民妇当时惊恐万分，说了什么？不记得。不记得不怕，本府找人替你回忆一下。来呀，带证人刘喜。小人刘喜儿参见知府大人。证人刘喜，将你在昨日晚间所见所闻，同时再说一遍。是大人，小人昨晚前往黄爱玉家中，亲耳听到他说耿大死得冤。耿大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，你不要吓我。也就是说，你确定昨日晚间看见一个男人从范妇家中走出，而且在见到鬼魂之后，你亲耳听到范妇黄爱玉说出自己勾结奸夫、谋害亲夫一事，对吗？正是。黄爱玉，你还有何话讲？有。如果民妇没记错的话，这个证人就是知府大老爷的家仆吧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还要诬陷本官勾结家奴陷害你不成？大人，那天民妇曾于夜晚在街边为亡夫烧纸，您还记得这事儿吗？当然记得。那大人可还记得那天晚上您调戏民妇一事？大胆黄爱玉，本官见过你确实不假，何曾有调戏一事？不许在公堂上胡说八道。是啊，那天晚上只有大人和民妇2个人，是否有过调戏，无人能够作证。可是民妇想问大人，无缘无故的，您为何要带着您的家仆去我家探案呢？那是因为大人看到你的红肚兜了。哎，那大人是怎么看到的？他这还有这种事儿？假的呀！这成可惜。就是他是假的吧？哎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老爷去抓那个小寡妇？我也是刚刚听说的，老爷把她抓回来了，正审着呢。自己去抓的？老爷跟刘喜儿。那子枫呢？怎么半天没看着他？他一晚上都没回来。那你就等了他一晚上，一夜没睡？没有。还想瞒得住我？想当年，我就是这么一夜一夜的等着老爷办案回家的。可现在呢，他却瞒着我，半夜去抓那个小寡妇。范妇黄爱玉，你可知诬陷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？民妇并没有说什么，公道自在人心。那，你可敢让本官开棺验尸啊？啊！这是什么话呀？大人，家父病亡刚满7日，您便要开棺验尸？太过分了！死者为大。也罢，民妇自知无力阻止，悉听尊便。哎呀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对呀，这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对呀，作为一个贪官，又来了个糊涂官，这东昌府啊，是见不得青天了。
即刻赶往坟地，开棺验尸。大人来了，闪开！大人来了，闪开！天龙王，你看我们真的。爸爸，挖，开始挖！真要挖！要是挖挖，看着能挖出什么来？就是让死挖！哪有这样做官的？是啊。怎么这样的事？太过分了！这要查不出什么来，看他怎么交代。是，看他怎么交代。可以。老爷，是不是有味大了？那还不是你弄的，这都是你惹的痦子。俺就是实话实说的，实话实说，你得分个时候啊！你这怎么弄？你把老爷逼到这个份上，你看见那个坑，一会儿出点事就把你埋的。老爷，俺不是往一边站着。行了，放下吧，我来。我来吧，我来。笑什么呢？啊，那人醒了。醒了你不早说。多谢兄弟，不客气。兄弟，你醒了，多谢大哥出手相救，请恕在下意。别，你坐。坐。哎，秦大哥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。有劳大嫂。兄弟，昨夜你与那怪人交手，啊，还被这只毒蜂蛰伤。毒蜂？你还记得被他蛰伤之后都发生什么了吗？我隐约看见，那个怪人可分身与我打斗。他那张脸起初不见真容，只有蓝光闪烁，之后便换了一张极其可怕的脸，直接扑向我，撕咬我，我根本无力反抗。这些画面我都没有见过。想必是你被他蛰伤之后产生的幻觉。幻觉？可那也太真实了吧！哎，差点忘了，敢问大哥尊姓大名啊？在下秦朗，是这个宾满楼的半个掌柜的。掌柜，怎会有如此好的身手？哎，我哥以前是捕头。虎子，原来如此啊！那您二位是？像我。葛春。哎，哦，还没请教兄弟你，在下贺子峰，我是。哎，走啊，咱们快去看看这新来的知府刘墉啊！听说要开棺验尸了。啊，看看这看，走了，快点，抓紧时间啊！哎，说你呢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快点，赶紧的！更大。快吐下！吐下！更大！行了，松开了，别闹了。你的命好苦啊！更大！放开我！更大！老天爷呀！大人，孟南已经准备就绪。有劳邱仵作。邱仵作，怎么了，大人？小心。嗯。
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别再往前了，往后退。哎，说你的。大人，怎么会没人呢？人哪儿去了？你说这是见了稀奇了，什么事儿都让咱们新小孩。尸首怎么不在呀？九子，一会儿等人散了，继续看场，看仔细点啊。好。没那么简单。别往前了，快说！别往前了，别往前了，往退，往退啊！你去哪儿啊，耿大？别急，这是谁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你带着我一起走吧，耿大。调戏别人老婆也就罢了，还挖人坟、偷人尸体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欺人太太欺负人了吧？别拖了，不知道是找刘墉说理去。站住！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别急了，别急了。新任东昌府捕头秦朗见过知府大人。废话，别往前了。退手！不要妨碍公务。别急了。过来！光天化日，扰乱公堂，该当何罪？别急了！乡亲们，别急了！快停！给他劈了！别吵了！老爷，这不会打出人命吧？有时候未必就不是办法。哦，秦捕头，不要动手。别动了！往下！有种你打死我！啊，看着没？啊，照这儿打！来，今天你！大人，您看他们像讲理的人吗？给个说法呀！有没有说法？啊！别动！别往前！都给我住口！寻衅滋事，罪加一等。哎呦，还拔刀！来杀我！先杀我吧！啊！你要是不杀我，忍下来！盗尸乃是重罪，无干人等全部推下。回去吧，要不回去吧？那不行啊，事情还没解决呢。就是。好了好了，乡亲们，本府一定加紧断案，尽早给各位一个交代啊！散了吧，散了散了。几天呀？多久啊？3天，3天为限。3天？你等3天吧。那就等着呢。散了吧，王哥，你骗我们啊！走吧，乡亲们，走吧。就是，走。知府大人，在下刚刚冒领捕头一职，实属无奈，请大人恕罪。我不这么看，我觉得这不叫冒领，这叫请缨。本府还求之不得。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差人找过你？小人只怕不能担当此任。那谁能啊？你给我推荐推荐。可是咱们东昌府，你不行，谁行？没有，那没有就你。哎，子凤啊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呢？昨夜我遇到危险，多亏秦大哥出手相救，我们两个也就这样认识了。昨晚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昨日您被一个怪人跟着。贺世伟为了保护您，跟他打起来了。
那怪人竟然放出毒蜂，将贺侍卫蛰伤，我正好赶到，帮了点忙。啊？昨晚还有这事儿呢？好悬啊！这人长什么模样啊？黑袍，长发，还有白色的鬼脸。那你跟他们交手，可发现有什么异常啊？此人武功之怪，我也从未见过。啊，我也砍下了一只毒蜂，您看看。毒蜂的毒液可以让人产生幻觉，不过遇点水就好。刘大人，我觉得这件案子一定少不了秦大哥的鼎力相助。你也这么看子枫？正是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秦捕头，你知这是什么人吗？子枫是御前带刀侍卫，他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？失敬有礼。哎，还有那哥俩啊！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项武，你是叫葛春，对不对？好，哥俩如果愿意的话啊，也跟着秦捕头都来衙门当差，咱们一块儿共同报效朝廷啊！星儿啊，老爷，一会儿带他们回去，把官服跟佩刀领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行吧，那哥仨一块儿商量商量啊。子枫啊，咱们上坑里看看。好。大人，秦大哥，有劳了。哎，哥，我跟葛春真要当捕快了。怎么了？不乐意啊？乐意，我俩吃皇粮有啥不乐意的？啊？哎，哥，那你说我要给这盗尸案提供一个线索，算不算立一大功？什么线索？我呀，看见那个铁脚，领佩刀去。我，走。大人，这现场已经都破坏了，到处都是村民的脚印。秦捕头啊，来，大人，来拉我一把。哎呀，叫你的人，方圆半里之内，不得有人接近，大家散开，咱们勘察勘察啊。是。大伙儿四散，仔细勘察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。仔细啊！是。好的，大人。哎，秦捕头。你甭老跟着我，你腿脚好，你上山上看看去啊！哎，让我来，去。大人，说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在咱们这个衙门里头办案，这办一回给多少银子？给谁银子？给办案的。捕快办案都是公差。哦，那这个公差办一个重大的案子，就比如说刚刚这个盗尸案，那给多少银子？办案公差，明白吗？每个月拿俸禄的。
大人，脚印到这儿就没了。哎呦，没伤着吧，孟楠姑娘？我没事。真猛啊，你是！大人，你看这儿的脚印儿。我还有一事不明。我知道，你是想问，为什么只有一个脚印是吧？正是。是啊，他怎么就一个脚印呢？咱们想啊，开棺之后，尸首不在。如果说是被人盗走了，至少俩人吧，地下应该相当散乱。现在就一个脚印，那就是一个人背着尸首。那他怎么会一只脚呢？对啊，而且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对呀，你看这脚印，力道相当之大。哎，秦捕头，咱这么说啊，可这东昌府有没有这么个人？说这人啊，右脚力量极大，平时还只用右脚，要么是个瘸子，有这么个人吗？在下不知。哦，秦捕头啊，我瞅你这意思，不像不知道啊，怎么像是知道不敢说呀？再有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刚才在坟地，你是不是看见这人了？不然的话，你不会一直握着这刀把子紧跟着我。我没猜错吧？回大人，此人名叫铁脚李，不过不是瘸子，因为他一直苦练右脚。苦练右脚？真有这么个人。行吧，带那个铁脚李到衙门见我。怎么了？大人，此人的后台势力很大，而且极其护短。那怎么着？那他杀人不偿命，欠账不还钱呐？您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都被贬成知府了，我还怕个屁呀！啊，秦捕头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们当捕头的有句话：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不怕江洋大盗，就怕地痞流氓。有道理。说了半天，这位后台这么硬，是何方神圣？东昌府首富徐武。徐五爷，本地的首富，为富不仁。他府上养了很多门客，个个武功高强。要真是他，我觉得今天这一出就是他们诚心的。甭说大人您了，换谁来都会给他一下马威。不过大人，我觉得您还是小心谨慎为好。谢谢两位，啊。但是，我觉着，谁犯王法，谁害怕。
诸位大人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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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哎呀，今日请诸位大人光临舍下，一来是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；这二来，兄弟我最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，还求助于各位大人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说。嗨，徐五爷，太客气了。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，我们就办。您看，在座的这东昌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这儿，我就不相信没有办不了的事儿。嗯，您说是吧？对，对。好，既然大人这么说了，那徐某也就不瞒诸位大人了。前不久有个人拿着徐某故交的书信前来投奔，诸位大人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爱操心，操不完的闲心。于是啊，我就留他在府中做了一名门客。可是谁知此人生性卑劣，竟然背着我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徐五爷，您这位门客他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呀？他与人通奸，而且还杀了人家的丈夫。就这么点事儿啊？我以为多大个事儿，不就杀个人吗？我手下那么些人，谁没杀过人呢？是吧？是。索伦图大人，您手下的弟兄杀人，那是效命于朝廷，可此人是伤人害命啊！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就跟我们说，需要我们怎么办啊？把这小子保下来。若能如此，那真是太好了呀！毕竟他是徐某的故交之托呀。行了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大哈索，索大人，现在这个东昌府，谁是知府啊？是刘墉刘大人。刘墉？哎，他不是在督察院当左都御史呢吗？怎么跑到东昌府当知府来了？他是被贬官至此。哦，这小子！索大人，如果此事难办，就不难办，不难办。这个刘墉啊，跟我是老相识了啊，是老相识。我一会儿就去找他，我不相信他不给我这面子。一定得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索伦图大人，兄弟敬您一杯。哎，好嘞，好来，诸位大人，大人，好。什么？有人要害老爷？对，应该就是冲着刘大人来的。还好我让你跟着他，否则这多危险。没错，这次哥哥的决定还真是明智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再待在东昌府了。可是现在刘大人已经在办案了，半途而废的话有损颜面吧？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你别管了，我这就去找他。他要是不跟我回京城啊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大人，哎，秦捕头啊，你们这东昌府就不能有小点的案子？嗯？大人，卑职以为案无大小，如果大人实在为难，我倒是建议可以不了了之。好主意啊！可是秦捕头，本府已然在乡亲们面前把牛吹出去了，3天之内给人家破案，到时候不了了之，本府颜面何在呀？大人，家嫂知道我恢复原职，特地在宾满楼设下一杯薄酒，不知大人能否赏光啊？谢谢你吧，本府有公务在身，不便前往，但是你可以去，你去没问题。谢大人，去吧。大人，您不觉得这秦捕头怪怪的吗？嗨。
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相信他，只是他目前呀还不完全相信我。刘墉，夫人，你明天就跟我回京城。哟，哎，恭喜秦捕头官复原职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同喜同喜，请慢走啊，回见啊。五子啊，葛川，过来让我看看。姐，怎么样？可以呀，有那么点意思啊。姐，我都想给他退回去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当一捕快，一点油水没有，连顿好的都吃不上。瞧你那点出息，别抱怨了。姐在上面给你们摆了一桌，上去看看。那我们去了，姐。知府大人还没来，不准偷吃啊。知道知道。不许偷吃。知道了。秦大哥，嫂子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，我以前就愿意看你穿官服。谢谢嫂子。哎，刘大人呢？刘大人今天公事繁忙，他有可能过不来，要不咱们自己吃？哦，那行，咱自己热闹热闹。哎，好嘞，走。哎，哟，大人来了，大人这楼上都准备好了，快上去吧。我不是来吃酒的，借贵宝地躲一下啊。秦捕头，夫人。哎，不是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夫人，您这是找谁啊？你们见到知府大人了吗？没见着。子枫，给我搜。喜儿，去把老爷找出来。哥哥，人家做生意呢，不合适吧？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我让你搜你就搜。夫人，您是怎么了？生了这么大气呢？你谁啊？哦，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娘。你放心，今天所有的损失我赔。啊，那行，那您看这样，我现在把客人都请出去，然后咱们把门关上。您要是还不消气的话，就算把我这小店砸了，那我也认了。您看成吗？这夫人站着说话半天了，秦大哥，给夫人倒杯水。哎，夫人，您这边请，咱们休息一会儿。请，来，夫人。夫人请。请。夫人，您喝点水，消消气儿。夫人，您说，这刘大人毕竟是我们的父母官，您今天来这儿找他，弄了这么大的阵仗，您说让其他百姓看见了，心里该怎么想啊？这刘大人日后该如何为官呀？您说是吧？坐下说。你说我管自己的男人有错吗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置身于危险当中吧？是，夫人，您说的对，这男人就得管，不管不行。但是夫人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这个东昌府之前历任的知府，一任比一任差劲。但是刘大人来了之后呢，确实为我们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儿，我们还指着刘大人为我们做主呢。所以夫人，您就看在百姓的面上，给刘大人留个面子。对，我替你上菜。对，去。夫人，知府大人，光顾跟我生气了，连午饭都没吃。刚出锅的土豆丝儿，夫人请用。你还知道出来呀？我告诉你，刘墉，以后你跑到哪儿我都跟着你。是，夫人。哎，秦捕头啊，
好像我听你说，今天你备得薄酒，要为你庆祝官复原职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可否请夫人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？好，来，夫人，请。小人端上这土豆丝儿，来，乖着。哎，好嘞，老爷。咱们说说这案子啊，总共呢俩案子，4个人，是吧？咱们先说这关键人物黄爱玉。这黄爱玉啊，勾引奸夫、谋害亲夫，这个事儿基本上是定的，而且这是本府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说的，是吧？至于说奸夫是谁，咱们先撂一边不提，啊，咱们说这盗尸案。那么根据上午地下留下的脚印，还有秦捕头提供的线索，基本上这人咱们锁定铁角里。我查了一下，铁角里这个人呢，生性残暴，贪财好色，而且基本确定他盗走了耿大的尸体，这些都是确定的。啊，老爷，老爷，怎么了？老爷，索伦图前来拜访。他到我东厂府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大人，此二人私交甚密，每次索伦图巡视东昌营，都会与徐武私下碰面。哟，索大人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啊，索大人在这儿呢。呵，你瞧我这脑子，哎呦，索大人，您海涵。你说相识这么多年，你说这个什么眼神啊你？什么老相识？咱哪儿见过呀？不是，刘墉啊，哎，这么些年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不是，您怎么说话，索大人？您得罪我也不敢跟您失礼啊，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您提个醒，提个醒。哎，告辞。哎，别！哎，索大人，你瞧您这人，这不是跟您斗呢吗？你这不识斗哦，您不识斗，这人不识斗。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没正形呢？您不打不闹不热闹吧？开玩笑，来，里边请。索大人还在泰安当知府呢，是吧？来，哎，不是，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呀？认识啊，泰安知府索伦图索大人嘛，谁不知道啊？好，刘墉啊，好一个泰安知府索大人啊！我看咱们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了啊！有必要吗？哟，闪！闪开！卑职东昌知府刘墉拜见总兵大人。刘墉啊，我以为你现在狂的连字儿都不认识了。总兵大人说笑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多谢总兵大人。刘墉啊，哎，你了解我这个人啊？哎，我这说话办事不会绕弯子，直来直去的。我这次到你这儿来，我是到你这求个人情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啊？总兵大人就没这个话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您说。我想管你要个人。谁呀？草民徐武拜见知府大人。你啊？啊不，
你瞎寻摸什么呀？总兵大人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关于黄爱玉与人通奸、谋害亲夫一案，草民知道真凶是谁？你知道谁呀？是草民府上一个门客。哦，那你把他领来吧。知府大人，这个门客是草民的故友之托，所以还望大人网开一面。哦，明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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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兵大人，您说您要那人就是他那门客是吧？明知故问。嗨，我当多大点事儿呢？哎呦，可以，没得说。妥了，那我就多谢刘大人了。不客气，总兵大人。这么着，你呀，把你那人叫来，等我审完了，我就把这人交给总兵大人。对啊。什么情况啊？说话不算话啊！索大人，我这人说话永远吐痛砸坑，绝无戏言。凡事他不有个流程吗？说话当真，绝无虚言呐。索大人，去年在京城朝堂上那事儿，不就那事儿，我食言没有？没，你看，你不说你不认识我吗？你看，索大人呢？当着这么些人，我这都知府，这不是面上无光吗？你这个，你混的，你这个。行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哎，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。行，好说，明白。行啊，带茶，快，二堂带茶，走，来。大人，这些银子军武送的呀。那您就收了。不要白不要啊。不是，可是这没什么可是啊。本府初到东昌，什么都没带，出了一口破锅，连点家当都没有。这不是正好钱来了吗？咱也办点家当，是吧？那个黄爱玉的案子还查吗？没说不查呀。那铁桥里的盗尸案呢？查呀，都得查呀。大人，之前卑职建议您此案不了了之，实属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还请大人原谅。秦捕头，怎么了？你以为我逗着你玩呢？那这徐武送的银子您还真收啊？那怎么着？我还给他送回去是怎么着？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处理这批赃银呢？不跟你说了吗？置办点家当。你们那想什么呢？你们真以为本府是个赃官啊？我要是个赃官，我能被贬到这东昌府来？我说置办点家当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，我是说给衙门置办点家当。木南姑娘，你看那天你晚上偷偷上尸房去检查胡江的尸体，那么容易就进去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咱们缺人手。啊，还真是。哪天万一丢一具重要的尸体，咱不就抓瞎了吗？还有啊，我看了看这个东昌府的卷宗，赊欠甚多。当然，这是上任知府留下的，我可以不认。可是仔细一看，除了是本地的商人，就是普通老百姓。你这钱你老欠着人家，人家人心不安呐。啊！大人所言极是。行了，咱们这么着啊，专款专用，定期的咱们做公开明示，这行了吧？收起来吧。哎，才去仁安路，老爷呀，准备好好睡一觉了啊。大人，那还接着分析案情吗？甭分析了，还分析什么呀？徐武现在正忙着给咱抓人呢。
钻天豹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听说你淫人妻子，杀人夫君，这一大早还跑去坟地盗取被你杀害人的尸体。我看你这本事可真是不小啊！你他娘的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？再说，就算是我干的，咱们同为徐五爷府上的门客，你有什么权利抓我？那我有没有权利抓你呢？徐五爷，别讲理！别以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不知道，这里可是东昌府。徐五爷，这住口！有你说话的时候。文天豹，兄弟们，给我招呼招呼他！秦捕头，你用这个看得清楚。你拔出来，拔出来，抽出来。太小了，不是你拿反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哎呀，我后悔了。哎呀，想不到徐五爷的府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啊，让人大开眼界喽。哎呀，大人见笑，这不过都是爷三脚猫的功夫。哎，徐五爷谦虚了，就这些个高手，随便拎一个放在我的军营里，那都是难逢敌手啊。哦，如果大人需要，随时开口。那倒不必。你现在买卖做大了，手底下有几个高手也是一种保护嘛。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呀？啊？哪里？我看看。你的招我太熟悉了。好了，先把他关入柴房。走。
这个铁脚李这么难抓呀？啊？好在是把他擒住了，没想到徐武这次没有护短啊。能不护短吗？你以为那银子是白送的？行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出去迎迎去了。嗯。刘大人啊，干嘛呢？总盯着一个糙老爷们的后腚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从我这儿啊能看见您脸。行了，案子明白了。铁脚李勾引人妻，谋害其夫，罪不容赦，本府判斩立决。行了啊，预备口供，让他摁手印吧。是。左大人，哎，您看这案子我这么办，您还满意吗？满意。刘大人秉公执法，我非常满意。行嘞，满意就好。那左大人，您看什么时候您把人带走啊？越快越好啊。大人，那耿大的尸体呢？案子都结了，要尸首干什么呀？秀儿，哎，这买替身，这得花钱呢，这个。哦，明白。啊，多谢啊。大人，你就这么把铁脚李给放走了？哎，不放不行啊。这索伦图是曹州镇的总兵，咱们东昌府在他管辖之内，惹不起呀。再说了，真凶绝对不是铁脚李。不是铁脚李，那是谁啊？王爱玉的奸夫我见过一面，虽说只是个背影，那也可以断定不是铁脚李。不是铁脚李，那他为什么还把耿大的尸体给盗走了？大人，他是不是有人指使啊？秦捕头，如果说啊，你手下有一人犯了错，你又想保他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肯定让他远走高飞啊！哎，说的是心里话，人嘛都有私心。你看看这个徐武，他明知道铁脚李犯的这是死罪呀，他反而托索伦图过来给他说情。那么如果说日后他想把铁脚李留在身边为他所用，这是情有可原的。你们再看看铁脚李那条右腿，练了半辈子的右脚都让他给打残了，这不欲盖弥彰吗？以大人这么说，这真凶是徐武，那他为什么做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事儿啊？这个此地无银300两，正是徐武的高明所在。我断他根本就不想把铁脚李带回去，他是诚心想让我怀疑他，我怀疑他就会扣住他铁脚李不放，那么我跟索伦图的关系就会恶化。你们不懂啊，任何一个州府最怕出现的事儿是府衙跟当地驻军出现矛盾，一旦这两边闹翻了，就会惊动朝廷，朝廷会权衡利弊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只能把我调回京城，此案不了了之。我明白了，铁脚李盗尸那一刻起，就在徐武的精心策划当中。那这徐武可是走了一步险棋啊！万一铁脚李反水，不就把他给供出来了吗？任何人都有他的软肋，大人，这徐武的胃口不小啊。他呀，
他就光知道我不肯跟他同流合污，他不知道我有另外一面。我跟他杠上了，我走。五爷，进来。五爷，铁角礼都安顿好了。您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哎，五爷，如今功德圆满之际，因何唉声叹气呀？看似功德圆满，实则危机四伏啊！您怎么这么说呀？这个刘墉，这么轻易的就放出了铁角礼，连耿大的尸首下落都不问，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呀。五爷，那也许是因为刘墉怕和索伦图大人闹僵了，所以……这个刘墉是出了名的难缠，据说在京城，就连皇上都得让着他3分。他会害怕一个区区的总兵吗？那或许刘墉呢，就认为铁角礼就是杀害耿大的真凶。黄爱玉被抓的当天晚上，我刚从他家里出来。啊！我想刘墉是看见我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对铁角礼的背影看那么久。就赖那个算命先生出这么个馊主意，反倒害得我引火烧身呐。五爷，那干脆咱们就，把刘墉杀了。哼！我要是能解决掉刘墉，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？刘墉当初可是朝廷1品大员，他要是在这儿出事儿，恐怕整个山东都得变天喽。那五爷，我该怎么办？继续盯着刘墉，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。去吧。是，五爷。给我让开！让开！少爷，杨秀林，追！兄弟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啊，辛苦辛苦，都慢着点啊，慢着点。哎呀，此事全仰仗府台大人和兄弟们了啊！徐五爷破费了。哎呀，哪里，这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都抓点紧，小心一点，快着点儿。五爷，刘墉出动了，消息准确吗？绝对准确，我派人到怡红院证实过了。官府一共派出多少人？据说不少人，最起码20多人。哼，看来刘墉是按捺不住。是。铁角礼现在什么地方？五爷您放心，我已经把他安排在了一个空宅子里边。好，去告诉铁角礼，让他稍安勿躁。好，一切我来想办法。嗯，还有，给他多送点吃的，让他这几天不要出门。是。
哎呦，您来啦！哎，等等，这怎么样？新到的。本县的青菜，看一看吧。这次我来2盒吧，好吧？还有张嫂出来买菜啊？徐管家来了，来了。徐管家，五爷怎么说？五爷让你先避一避，他会想办法。我那怡红院的小翠，放心吧，五爷会替你照看的。哎，放好了。哎，哥，就这院。人都在吗？在，刚刚还有人给他送东西呢。打扮成这样，快点吧！可以啊，抓他！这是五爷让我给你带来的，替我谢过五爷了。放心，五爷不会亏待你的。好好保重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这。秦朗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一场。哎呦，他娘你什么事儿？你敢打我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徐管家，徐管家，自己造的孽，没人帮得了你。为什么要盗耿大的尸体？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在大人那儿结了，在我这儿没结。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？我招！我说，我全说。黄爱玉是我睡的，耿大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盗走的。你抓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武子，你怎么了？武子，大哥，肉里有毒！不是我，你竟然下毒！不是我，那是谁？徐武，你个王八蛋，想杀我灭口！像武装的还挺像。铁窖里招了没有？全招了。就是这个徐武指使的铁窖里去盗的耿大的尸体，而且这个耿大正是徐武所杀。尸体现在在哪儿？我已经派人取回了。通知邱仵作准备验尸。是。什么？铁窖里招了？是五爷，要不然刘墉他们怎么知道耿大的尸体放在哪儿？刘墉，有你的！怎么样啊？大人，耿大的尸体体表浮肿，我怀疑有中毒的可能，进一步确认需要解剖。这还得解剖啊！如果是中毒，五脏六腑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哎，是不是又是死于毒风呢？这体表浮肿的厉害，倒是没有看出毒风杀人类似的症状，
进一步确认还是得解剖。行，按你的想法来吧。是的，大人。老爷，把和苏大人求见。让他等会儿，我这忙着呢。不是，怎么着？你还不走啊？有什么事您交代呗，我在这又不碍事儿。那行吧，你过来陪着猛男姑娘啊，顺便学学本事。哎，拜见知府大人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忙着呢。是这样的，有人请大人喝酒。都忙成什么样了，喝什么？谁要请我喝酒？啊，就是给咱们衙门捐了许多银子的徐五爷。哦，看来这是要明着来呀。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请我喝呀？啊，就在今天晚上，醉香楼，全东昌府最好的酒楼。还有谁？您到了就知道了。好吧，你告诉他，我应了他了啊。谢谢刘大人，我这就去跟徐五爷说一声。去吧。哎。哎，杏儿啊，平时嘴皮子特溜，一到正事就白搭。你怎么样了，猛男姑娘？大人，你看，我找到证据了，基本确认是因为慢性毒药，只不过这个毒药还在确认中。我去看看他。喜儿，没事吧？大人，我刚才看见达阿苏了，他耍什么花样？他呢是帮徐汝带信儿，说要在醉香楼请我喝酒。他请您喝酒？不会是鸿门宴吧？哎，那他倒不敢。我估计是当着一众官员当面向我求情吧。大人，您可千万不能给他机会啊，否则您很有可能得罪府内一大批官员。管得了那个？秦捕头，邱仵作已经找到了耿大真正的死因，中毒而死。一你之见呢？那既然和铁角里的证词相吻合，就可以实施抓捕了。大人，真不行，这个徐武啊，门下爪牙众多，如果真狗急跳墙，两边动起手来，会有伤亡。就趁着喝酒吧，趁着喝酒把他抓了就完了。大人，我是担心在酒局上抓他会对我们抓捕工作造成不利，除非有缉拿公函。缉拿公函还真不能批。你知道他的人跟衙门口什么关系啊？一旦批公函，消息就走了，你就抓不成了。先抓人，当场再批。明白。停，坐下。恭请刘大人。恭请刘大人。大人，这是吃饭呢，还是吓唬本官呢？来这么老些人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瞧您说的，就是吃个便饭。刘大人，里边请。啊，好。哎，请，来，各位请。这位徐武怎么还没来呀？哦，回大人，他有可能是给您备礼物去了吧？哦，您先喝茶，您先喝茶。
各位，你们跟这位徐武都是什么关系啊？回大人，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徐五爷曾经帮助过本部。是啊，是啊，大人，这徐五爷对东昌府的贡献，那可是有目共睹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大人，要不我先给您备点点心，先垫2口。好啊，给他们上点心。是。徐武这是备什么礼去了？多大功夫了还不来？要不卑职去看看？不必了。哎，再给各位大人上点点心。好，再一人上1盘点心。哥，干什么？徐武，徐武跑出城了。什么？徐武出城了？大人，徐武跑了。追！无论如何击杀他。是。坐下。尔等回去之后，好好反省，随时停餐。跑了徐武，定不与尔等干休。再有，把眼前点心都给我吃干净了，不吃完不许走。老爷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多少人啊？别着急，别慌，也就7、8个人。7、8个人，哼，不自量力。赵头是。徐五爷，刘大人还等着您做东呢，您这么不告而别，不合适吧？秦捕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真是该扔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愣让我给忘了。不过现在在下确实有急事要办，还烦劳秦捕头禀告知府大人，等在下办完事，一定登门谢罪。对不住，刘大人有令，必须叫您回去一趟。一点都不能通融吗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好，那就看秦捕头有多大本事了。你这是想公开和官府作对吗？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捕快，说句话就能代表官府？你是嫌犯，我今天必须抓你。
好啊，那就来吧。抗令不遵，这就是下场。还有谁敢动？拿下！带人犯。带人犯！主，上得公堂见了本官，因何不跪啊？哼，刘大人，我因何要跪呀？放肆！你一介草民，公堂之上，岂容你撒野？在这东昌府的公堂之上，我徐武从来不跪。即便是上任知府，也得赐我个上座。好，葛春何在？卑职在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他徐武的骨头硬啊，还是我公堂上的杀威棒硬？给我打！是。好，好。跪便跪，我看看你能奈我何？徐武，你跪的是王法，跪的是大清。如若不跪，便是对王法不忠，对大清不尊。再有下回，绝不轻饶。刘大人，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。我跪下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徐武罪犯哪条啊？好，来呀，带范妇黄爱玉。民妇叩见大人。黄爱玉，现将你勾结徐武，毒死亲夫一案，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，如有半句不实，罪加一等。大人，我没有杀耿大，是徐武杀的。徐武多次骚扰民妇，强迫民妇屈从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真的杀了耿大呀，大人。黄爱玉，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，我不堪其扰，却也没跟你计较。想不到，今日你却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血口喷人。我勾引你？你竟然丧尽天良，说出这种话！徐武，你个王八蛋！放肆！请大人明鉴。他徐武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歹，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。如今他盯上民妇，还让民妇下毒谋害亲夫，民妇不从，他便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。黄爱玉，所谓人言可畏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待案情查清之后，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谢大人。徐武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没有杀人，那你为什么逃走呢？
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，谈何逃跑啊？还敢狡辩？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，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。来人，带证人铁脚令。就你作奸犯科，强占民妇，指使你的佣人铁脚里挖坟刨尸，现有他呈堂证供，你可认罪啊？黄爱玉一案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黄爱玉，你确系被徐武欺压，但是不是从犯，可有知情不报之嫌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。现将你收监3年，希望引以为戒。谢青天大老爷。铁脚里，刨坟掘尸按律当斩啊，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，现着发配边疆。多谢大人。就你杀人盗尸，更牵连其他案件，现将你收在监中，待日后查清之后，另行定罪。我徐武在这东昌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用人无数，官商名流都是我的座上宾客。在这儿，没人敢定我的罪。好，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这儿，甭管他是谁，后台有多硬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？来呀，出去！好，青天大老爷，好官呐！这是为了救主啊！你敢私压良民？青天呐！好啊！老爷，这个徐武他也太猖狂了吧，在堂上还不下跪啊？是啊，你看他威风吗？他威风什么呀？他那就是猖狂。今儿啊，你说说，我要是不当这个知府的话，他这个案子可怎么结呀？这就不好说了。要不是老爷你把徐武识破，那铁脚里和黄爱玉应该就成了奸夫淫妇了，也就成了徐武的替罪羊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一嘴啊，10个案子8个跟他有关系，3年5条人命，你看现在摘的一干二净，跟他没关系。怪不得这个徐武那么猖狂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看来他是在东昌府很吃得开啊。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你看看这，啊，山东地面上官商勾结都干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有人给他撑腰，你看见？老爷，我就说你就应该把徐武一刀砍了，谁撑腰办谁。不行，媳儿，咱们刚到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得慢慢来。老爷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怕什么？你不怕你昨天审的就不对，你就手软了。手软了？嗯，那哥你怎么弄啊？要是换做我的话，明天继续开堂，把老百姓全都叫来，看着，他们上来一个砍一个，上来一个砍一个，带上一个砍一个，带上一个砍一个，徐武砍掉，黄爱玉砍掉，铁脚里砍掉，完了，都砍了啊？哦，那问你看完之后，皇上会怎么说呢？皇上不会说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把你贬到知府了。你也说过嘛，县官县官。那老百姓会怎么说呢？老百姓肯定会说老爷你好啊，帮大家除掉了一个恶霸。那这仨人会怎么说呀？他们3个人干什么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死了也活该。你就这么断案啊？那问问你，证据呢？徐武屁股后头这么多事儿，找谁去？咱们来山东这个案子怎么往下查？你一个官府查案子没证据，你怎么立案？老爷，你让我想想。你想什么？
我现在打你没证据行吗？我现在这么打你，我就不问原因，没有证据行吗？哎呀，我行，你这就能断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还打上了？喜儿，你怎么又气着老爷了？呀，不是夫人，我跟老爷出了一个好的主意，老爷就是听不进去啊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我特意啊给你熬了鸡汤，尝尝。多谢夫人。喜儿，快来。你站住，不能喝。老爷，你多喝点儿。这段时间你审案子辛苦了。真好，多谢夫人。你看看夫人是怎么关怀咱们的啊？老爷现在混成什么样了都？老爷现在不也掉不了头吗？我看你不是掉不了头，是这倔脾气不肯回头吧？夫人，你看看夫人怎么给我台阶下的。不过有时候我就喜欢你这倔脾气。哎呀，夫人，其实这话，老夫老妻的不说也罢。怎么就不能说了？夫人瞅不冷子给这么一句，我这还……你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？这徐武为什么霸占了黄爱玉，而黄爱玉却不想报官？我觉得啊，这徐武就是能给黄爱玉她所需要的。可问题现在是耿大死的不明不白呀，他才是被冤枉的呀。我跟你说的不是这案子，是人，是黄爱玉这个女人。你想想啊，她一个女人，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耿大，她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潭死水，一眼可以望到底，而这就是她的命。这问题是她也红杏出墙了呀。你看你总说案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呀？你别老看那鸡汤，需要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就是甜言蜜语。夫人说的固然不错，但是我还是不敢苟同。你还是心里看不起女人是吧？没这个意思。喝什么喝呀？别喝了。来，喜儿，你喝。哎，夫人，看什么？夫人让我喝的。姐啊，有饭吃没啊？饿了。你看把你饿的，这厨子不在坐着呢吗？你先喝点水。我这都忙一天了。我来，让他来。哎，我问你们两个，这衙役的活儿干得还顺手吗？一开始吧，觉得还挺好玩的，后来吧，也没啥意思。这是个正经差事，什么叫好玩不好玩啊？你这脑子天天就想着玩。是，干好分内的事儿，是吧，大哥？哎，反正我觉得挺好的，至少不用天天打架了。而且我觉得那刘大人呢还行。行什么行啊？哎，你们听我说，黄爱玉判了吧，铁脚李判了吧，那为啥就是不判徐武呢？想想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也好奇这事儿，咋回事？听我给你们分析啊。但是等着让徐武啊拿大价钱买他这条命啊！武子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没吃饭就撑着了。去，看看厨房好了没有？快去，那厨房好多事儿呢。不是我分析，快点去！还有你，你们两个一起去。那后面不是有？快点！哎呀，不是有人做吗？走了，姐。嫂子，坐。武子那个嘴啊，你得好好管管他。哎，看看这个，好看吗？
这是你绣的？问你好不好看？好看啊。这个呀是传说中的鸟，叫翡翠鸟。它的一生只唱一次歌。从鸟巢飞出来之后呢，它就一直在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，直到找到了才会停止。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唱歌，一直唱到气节命运，以身殉歌。这只鸟可怜吗？气节命运，以身殉歌。嫂子，我有时候反应慢，但是我不傻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没有可是啊。这手帕送给你了。嫂子，我……你要是不喜欢就把它扔了，反正我只管送。五子，饭做怎么样啦？快了。不是。孟南姑娘，啊，贺世伟，你是想近距离跟我展示你这剑耍得有多好？其实这个呀，它是你这剑耍得不错，好剑。不是，好剑，这是刀啊！大人，这些都是我整理出来的最近3年跟徐武有关的案子。有劳孟南姑娘。我就说这徐武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看这么多案子都和他有关。孟南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大人，我其实了解到一些实情，这黄爱玉啊也挺惨的。我和她经历很相似，都跟着父亲相依为命长大，只不过她比我更惨。她父亲是个酒鬼加赌鬼，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赌博，没事回家还打她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把她卖到了青楼。她从青楼好不容易逃出来以后，还被她爹打。后来他爹又给她许配给了耿大，唉，这也是为了抵债。可问题是，他既然许配给了耿大，纵使是不喜欢，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耿大被别人毒死。那他能怎么办啊？报官？大人，这报官能有什么改变啊？是啊，这徐武势力那么大，哎，这黄爱玉一个弱女子，徐武欺负她，她只能忍气吞声。她要是出去说徐武要杀人，这谁相信呀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孟南姑娘，你呀是站在这个黄爱玉的立场上替她着想，但是我们断案子，她得一碗水端平啊。这黄爱玉啊，确实存在知情不报的事实。是啊。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是很同情她的遭遇。好，明白了，我们一定给每个人一公道，啊。金捕头，有事啊？您为什么不判徐武？你说呢？跟那箱银子有没有关系？银子呀，银子已经定了行贿案了，现在每一分钱都交到了东昌府公账上，这有明细，你可以过去上账房问一下。大人，那您为什么不判他呀？徐武这几年在东昌肆意妄为，那百姓心里都恨透他了。您要是杀了他，那叫大快人心；您要是放了他呢，那兴许百姓下一个恨的就是您。哎，那这帮老百姓里头，包括不包括你呀？秦捕头，你知道我在京城当这个左都御史的时候，他们怎么骂我吗？他们说我呀，王八咬舌钉。这事儿要让我盯着了，
不算晚。办个徐武好弄，但你怎么不想想，他背后那棵大树是谁呀？徐武背景这么大呀？当然了，3年5条人命，蔡永昌亲自压下来的，找人替他偷梁换柱，而且上面用的全是济南府的大印。你看看在公堂上那个嚣张的样子，我估计不光你们东厂府，在山东地面上，这都是横行霸道的主儿。那他背后是谁呀？这么支持着他？是卑职欠考虑了。所以呀，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。老爷，老爷，索领土要见你。你看看，徐武人缘多好啊！刚抓进来，就有朋友来看他来了。大树坐不住了，会会吧？走。哟，索大人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。今儿啊，看茶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茶就免了啊。刘墉啊，我就不跟你客套了啊，我直说啊。我听说你把徐武给抓了。是。人呢？东厂府大牢。什么罪名啊？杀人。证据确凿吗？索大人，您对这案子有兴趣？哎，坐。哎，刘大人，这徐武是什么人？您知道啊？我用不着知道他是什么人呢。你看，反正这案子东昌的老百姓都看着呢。我又是上任第一个案子，甭管他是谁，我也得把他抓了。新官上任3把火嘛，我不得烧得热热闹闹的啊？你看你。这徐武不是咱们东厂府的商贾首富吗？啊，又是日昌钱庄的大股东，咱们山东和朝廷大大小小经济上的事儿，全是由人家相助。啊，3年前涂州闹造反这事儿，不也是人家徐武吗？给东厂府提供钱粮，才得以镇压吗？为这事儿，朝廷还特意嘉奖了人家。如果今天你要不依据事实胡乱断案，你毁了人家徐武的声誉，将来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哎呦，索大人真是费心，还替我打算。那您觉着我该怎么办呢？正好啊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忙。您说，只要能帮上忙，无不尽力。哎呀，是这样，这个军营啊，最近死了一个士兵。据调查吧，说也跟徐武的佣人有关系。我是这么想啊，我想把徐武带回去啊，配合调查。哎，我是管你借人啊，我就借5天，审完了我就把人给你送回来。还有啊，你不是说过人家徐武这是吧？心意嘛。哦，您说那银子呀？他那叫心意呀，他那叫没诚意，就那么点银子想收买我，这就叫骂人。哦，对了，索大人，我忘了告诉您了，我把他那笔银子呀，充到东厂府公账里了，正好替衙门拉回点亏空。哎，我索大人，这是我到东昌的第1桩案子，您干什么呀？只有说情又借人的，您这玩笑就开大了啊！哎。我这是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这是啊，这徐武现在不是还没判呢吗？判是没判，那是因为有其他案子在查，等查齐了一块儿判。你看看就是啊，这2个案子搁一块儿，这不正好吗？这不，来人，来，把徐武给我带走。慢着，自抢大牢视为劫狱，罪加一等。刘墉，干什么呀？想动手啊？索大人，您强行带人，我难逃责任呐。什么叫强行带人呢？我这不是光你借人吗？好，您说他有问题，把卷宗给我，我一并秉公处理。要什么卷宗啊？啊？怎么着？给脸不要脸呐？放肆！
看什么看？立刻把刀放下，否则杀无赦！哟，哥哥，索伦图，给哥哥请安。让你起来了吗？怎么那么大火气啊？刚才骂谁不要脸呢？不会是骂我们家老爷吧？没错，总兵大人是在骂老爷。哥哥，我是在骂我的下人呐。下人？这谁是你下人啊？行了行了，索大人也就是随口一说啊，夫人不必动怒。起来吧起来吧。索大人，请夫人息怒吧。啊！哎呦，哥哥息怒，哥哥息怒。看在我们家老爷面子上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起来吧。好嘞，谢哥哥，谢哥哥。索大人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奴才告辞，奴才告辞。哎，不错不错，索大人。老爷，你再怎么说也是额驸，皇亲国戚，他索伦图怎么能难为住你呢？哎，你在官场上，夫人不能老提这个，这说多了让人笑话。谁敢？他笑话你什么？怕老婆啊？哎，那倒无所谓。怕老婆爱说说去吧，我不在乎。真是这样啊？当然了，我是说呀，老提这事儿，人家会觉着我拿夫人当挡箭牌。你这时间一长，这就成了仗势欺人了。这么说，我这身份倒害了你了？没，那倒没有。站住！我之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呀？甜言蜜语。你想明白再来吧。夫人刚才说什么？你想明白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去把秦捕头找来。徐武的好朋友索伦图不是来看他了吗？咱们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武啊！快去吧。好嘞。刘大人，您想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放我出去还来得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咱们将来还是朋友。交不起你这朋友，3年5条人命，我砍你10回不冤吧？我告诉你，徐武，今儿你遇见我，老天爷都救不了你。哼，别吓唬我了。我知道，您是京城贬下来的官儿，在山东这个地方，除非是皇上亲自下来，要不然，甭管大小，所有的官员到这地方，都得吃我徐武一顿饭。可惜呀，徐武，你被关到今儿个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来替你说情，就打哈苏，没事就找我，老说呀要把他跟你这点事儿跟我说清楚了。哼，这帮白眼狼！嗨，你花钱交的朋友吗？你还当真呢？哎，也别这么说，你还真有个朋友，舍死忘生的替你说话。谁呀？索伦图啊。哟，我瞅你听见这名儿还不得高兴。当然了，他想把我怎么样？救你啊！不过他说了，说你呀跟他那兵营里俩士兵的死有关系。所以徐武，你自个儿算，你出去比在这儿安全不到哪儿去。说吧，你想套什么话？我知道你手里有东西，要不然索伦图能来救你吗？这么着吧，买卖人嘛，
跟我谈笔生意，这能听明白吧？好啊，那咱们就别绕弯子了。说到底还是银子的事儿。我当初要是银子使足了，不是也没今天这出了吗？这么着，老规矩，我给你家乡修缮祖坟，外加捐100万两银子，你放我走。就这老规矩啊？您的上任知府蔡永昌，还有您上任的知……行了啊！现在我是知府，按我的规矩办。好，300万两，500万两。行了，你听听我的规矩啊。那我就听听，您什么规矩？吃多少，你给我吐多少。刘大人，那您总得说个数吧？总不能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吧？哎，那看你的，徐武。你不是会算账吗？这事儿你得算算，算出你自个儿这命啊值多少钱。刘墉，你可别太过分了。你可以不答应啊。那得看你这儿有什么必须让我答应的条件吧？你还敢跟我谈条件呢？哎呀，徐武啊，想想吧，啊，你也替别人想想，都甭替别人，你替你上边的人，你想想，就你手里那点东西，就他，值得为这点东西救你吗？自个儿琢磨吧，啊！混蛋！混账王八蛋！刘墉，奶奶的欺人太甚！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。大人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刚被贾御史折腾完，山东官场人人自危，都在观望。如果刘墉拿徐武开刀，那很多人……所以说呀，得想办法保住徐武啊！大人，您怎么想？屁话，我知道还问你啊！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先把徐武救出来。怎么救啊？大人，属下可以安排人摸进府衙大牢，将徐武救出来。有多大把握呀？只要大人您一声令下，明日清晨即可见到徐武。好，就这么办了，快去！是。大人，息怒，息怒吧。这个索伦图胆子真是太大了。刘大人，你说要不是格格及时赶到的话，他是不是真敢拔刀抢人？这还真不好说。索伦图这个人呐，当兵的出身，身经百战，那经历的事儿就太多了啊。但是你想想，这徐武对他得多重要啊！他居然到府衙来抢人，啊！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加强巡逻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轻易进出大牢。做得好，现在看明白了，这徐武啊，还真是咱们在山东打开局面的重要的一扇门。这扇门要关上，咱们暂时还真没招。刘大人，你说要不要我去探一探这个索伦图的底？别介，用不着。咱们呢初来乍到，索伦图呢怎么也得拉一山膀给大伙看看，这就是做态。不着急，看清楚他们关系之前，咱不动手。可咱们也不能太被动了吧？见招拆招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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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下！
这两个人死活不张嘴，不过能看出来是两个军士。不用问，也知道是索伦图的人。刘大人，要不然咱们直接把人杀了，给他们送回去，让索伦图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惹的。不可，万万不可激怒索伦图。索伦图既然是偷偷派人进来的，这说明咱们没猜错，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所顾忌。咱们要利用这个顾忌，尽可能多争取时间。徐武那边安排怎么样了？已经转移到密室了，项武正盯着他呢。这个徐武一天不开口，咱们就为难一天。刘大人，要不要来点硬的？不必了。脚力不为行，贪官不必赃。徐武若是开口，那是为了活命的。如果时机不对，他宁可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。好，那两个士兵怎么办？等着索伦图来要人。废物，人不但没救出来，还搭进去俩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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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人，没想到刘墉早有准备。带上人，跟我去东昌府衙。大人，这样不妥吧？没什么不妥的，我得给刘墉点颜色看看，否则他真把东昌府当成自己家了啊！传令下去，把东昌府衙给我围了，不交出徐武，谁他娘也别想离开东昌府。上！外面什么动静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很多官兵啊！真的吗？就是啊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索伦图带兵把东昌府给围了。什么？七彩，去把我枪拿过来。大人，我去一趟巡捕房准备一下。冷静，冷静。秦捕头，你去把那两个兵士给我带来。是。跪下！放肆！竟然敢在我面前杀人！索伦图，给格格请安。索伦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造反啊！奴才不敢。格格，经过调查，这两个人是山上的响马。最近因为徐武被抓一事，江湖上传言，说能救徐武者赏银100万两。这些响马们闻风而动。奴才担心格格的安全，所以特意派兵驻守东昌府。一派胡言！这两个人明明是你的手下，关徐武和响马什么事儿？请格格明察，这两个人确实不是我的在册士兵。这乱扣帽子的罪名，奴才担当不起呀。你，罗大人。擅违府衙，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刘大人，数位东昌府和格格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如果因为响马救徐武而导致东昌府和格格出现了任何差错，那就是我的失责。这事儿，皇上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可没法解释啊。所以，请刘大人多多体谅我的苦心。就让府里的人都出来吧，到我的兵营临时避一避现在的风头。我看不必了，索大人啊，你这儿围着这么些人，我看这儿啊比你的兵营还安全呢。这么老些兵，哪个响马敢进来呀？不过我想问你一句啊，索大人，
为一个身负6、7条人命的囚犯，你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啊？大动干戈？刘大人，如果格格在山东真的出现了什么差错，别说末将，就是山东所有的大大小小官员都要遭到皇上的申斥。因此，还请格格多多体谅奴才的苦心，除非把徐武交给我来保护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危险啊！索伦图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在要挟我吗？奴才不敢。格格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把他给解决了，看谁还敢造次！不可放肆！索伦图，你当真要徐武？刘大人，我这完全是为了您和格格着想啊。好，那就多谢索大人保卫我们，费心了。副官听命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为防山贼潜入，禁止一切官民、注册人等出入。违令者，斩！怎么这是？谁是管事的？各位官爷，这是干嘛呀？从今天起，兵满楼被总兵府征用了。你是这儿的老板娘？民女向月容，是这家酒楼的老板。哼，东昌府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谢大人夸奖。大人您放心，兵满楼上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地照顾好各位。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是忌口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亲自安排的。懂事，嘴也巧。谢大人抬举。我喜欢你这个劲儿。客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顿饭算我请的，大家先请回吧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那行吧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走吧，老廖。对不起啊。你别不吭声啊！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现在人家可是欺负到家门口了，我最受不了这个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一枪出去毙了他。别急，别急，夫人，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去。你一旦出去了，他会以保护你的名义先把你软禁起来，然后借口剿匪，派兵杀进院来。你看着，准是这样。他敢？他真敢。你说这个混蛋，他这么做就不怕被砍脑袋吗？嗨，有多大利益冒多大风险，看样子这个徐汝身上事儿还真不像。哎，
现在还管那个？我们现在要赶紧把东昌府的围给解了。依我说，就杀出去，反正咱们有子枫跟秦朗，还怕他一个索伦图？夫人，就凭他们俩，就算能以一敌百，能以一敌千吗？外边围着那么多人呢，那出去不跟砍瓜切菜一样吗？哎呀，他实在不行，就来个缓兵之计，先把徐武给放了。不能放，夫人，放了他就再也抓不回来了。而且你想啊，咱们放了徐武，索伦图他们就会扼守江京，老百姓怎么干？咱们这叫助纣为虐。而且以后什么案子你也别打算办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把大家伙都叫进来，一起想想办法。别，人多嘴杂，反倒说不清楚。我一人想想。啊。秦捕头，这徐武在堂上猖狂也就算了，可是索伦图直接带兵把咱们东昌府给围了，这不是明摆着给老爷和格格难看吗？他根本就没把咱们东昌府的人放在眼里，也只怪咱们没有人能站出来替老爷出这口气。这个索伦图这回确实胆大包天啊！这格格还在这儿呢，他竟然敢围东昌府。对呀，他把格格围了，不就等于把皇上给围了吗？秦捕头，大清律法我不太懂，这以下犯上算不算造反？当然算了。但是索伦图之前说死的那2个响马，是因为保护格格，这能成立吗？那2个响马，那傻子都能看出来，那就是索伦图派来的奸细啊！这分明就是想造反啊！行吧，我佩服你的气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作为一个管家，我都气得不行。我手底下的厨子还有家丁都摩拳擦掌，准备跟索伦图打一架。你作为一呼百应的捕快，所有人都看着你，你就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不是，你想说什么，你直说行不行？算了，我本来有一个10分周密的计划，能出口气想跟你说呢。你这一言不发，你说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自己带人去。哎，你过来。什么计划？愚蠢，简直是愚蠢至极！围东昌府，亏他想得出来。这个索伦图的脑袋是让驴踢的吗？他不知道刘墉正找不着把柄呢。这倒好，他自己送上门去了。前日，有2个响马夜探东昌府被抓了，有实证在。索伦图是为了救格格。这个鬼话你也信？我早就说过，这个莽夫不可用，除了给自己人捣乱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做不成。要不我给索伦图托个信儿，让他带兵回来。不用了，我的话他会听吗？整个山东他只听傅大人的。那您说这事儿会不会是傅大人让他干的？不会，傅大人不会那么傻。你想过没有啊？徐武虽然知道我们些事情，但是他敢说吗？即便他说了，那刘墉就真的能找到证据吗？刘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府。不是左都御史了，他还能掀起多大的浪？你让他去查吗？啊？唉，这个徐武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诱饵。现在可好啊，人家还没挂钩，他自己就去咬钩了。我估计他也是无计可施，才出此下策。大人，您说这刘墉不会是冲着您来的吧？
您想啊，大人，其实索伦图围剿刘墉，他不一定是件坏事。索伦图如果逼着刘墉交出徐武的话，那刘墉在山东的官运就到头了。如果刘墉突围的话，那这锅就是索伦图背，跟大人没什么关系。索伦图的胜算有多少？目前看来，这刘墉除了交出徐武，没什么办法。有好点的嘛，哥。这就是你们的计划？对呀，我一会儿带人冲出去，你直接去杀了索伦图。咱们冲出去，他们冲进来怎么办？哥，进来一个杀一个呀。还有啊，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的，是不是哥？哥，下命令吧，只要你发话，我们直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秦捕头，都知道你在东厂府名气是最大的，你看后边这些人都听说你要加入，他们才干呢。可是拿着这些刀怎么干啊？甭说杀人了，伤人都不够。哎呀，库房里边就这些家伙事儿了，这都是挑最好的拿的。磨刀，武子，去把捕快叫过来。是。集合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回去吧，同志们，回去吧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回去，看什么看？别往前走了。大人，里面好像有动静。怎么个情况？他们纠结了一群家丁，手持武器要杀出来。好啊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让弓箭手准备，所有从东厂府出来的人一律给我射死。是。然后直接冲进大牢，把徐武给我带出来。你记住了，要保护好格格和刘大人，懂吗？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文书还没来得及拟呢，先斩后奏，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？山匪都混进东昌府了，格格和刘大人危在旦夕，还他妈顾得上什么文书啊？大人英明。哎，你提醒的也对啊，马上去写文书。是。兄弟们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们的刘大人就被他们这样给围了，你们能忍吗？不能！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？这个时候谁都不许轻举妄动，得等刘大人出来。歇了吧，就你们这帮捕头捕快，不好好巡逻查岗，在这捣什么乱？我刚把大伙儿的士气给调动起来，你这不是泼冷水吗？真把索伦图当成地痞流氓了，他带来的可是身经百战的兵。我管他带的是什么兵，总兵造反也是杀无赦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杀无赦，就凭你们，怎么杀无赦？兴许都用不着他们。你是想一个人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，厉害，捕头大人。那怎么办啊？刘大人刚到东昌府没几天，就被这帮兵给围了，都像你似的一动不动。刘大人怎么为官啊？刘大人以后还怎么在东昌府走下去？走不下去就不走，正好回京，应了格格的心。你说话负责任吗？今天没有刘大人的命令，谁也别想离开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少说两句行不行？都是自己人，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莫南姑娘，你都听见了，是谁不好好说话？什么叫刘大人大不了就回京？刘大人回京了，你还有主心骨吗？贺侍卫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有些人真的当真了也可以，但是现在出去就是不行，这是匹夫之勇。就你们这些人，真冲出去了，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？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得冲出去，这样才能坐实索伦图造反之名。你懂什么？匹夫之勇，我看你就是怂。你敢以下犯上？贺子峰，这可是东昌府。行了行了，
你们俩，别人没打起来，你们俩先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都冷静冷静，等一等吧，等刘大人出来再说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不用等了。老爷，刘景，把门关上，任何人不得出去。大人说了，把门插好，任何人不得出去。是是。大人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关大门了？应该是刘墉的手下私自干的。哦，哈哈，这是要跟我拖时间呐。这个刘墉挺不好对付啊！大人，时间越久，对我们越不利。刘墉可能是想把事情给拖下去，拖到最后再把消息给传出去。那就散布消息说呀，说咱们配合东厂府演练呐。是，大人。刘墉啊，到了山东这个地盘啊，还敢这么嚣张，我就是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大人，恐怕有话就说。是，小人觉得刘墉关门应该有其他的目的，他是想把徐武的话给撬出来。如果徐武招了，那咱们就麻烦了。徐武没这个胆量，他不敢说。什么事让索大人这么生气呀？你过来干什么？出去！哎，别！是我让他上来送东西的。是。哎呀，我就是有多大的气呀！一见到你这份笑脸啊，我的气儿就没了。总兵大人真是威武，把小小的东昌府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人要怎么吃饭呀？怎么？里边有你牵挂的人？不足挂齿，只是一个熟人罢了。大人还是以大事为重。啊，对了，大人，今天中午我亲自下厨，给您做上一桌好菜，让您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。那行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。大人，您不觉得索伦图有点太过分了吗？那也不能这么鲁莽啊！那咱们就这么一动不动的被围着，那周围的老百姓怎么想啊？咱们真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威信何在啊？威信不是靠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，更不能靠打打杀杀。行了，甭叹气了，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撬开徐武的嘴。大人，这听传言说，徐武可是仰仗着索伦图才敢在东厂府这么为所欲为。具体他们有什么交易，咱们是不清楚。可是他能这么猖狂，徐武手里肯定有能保命的把柄。撬嘴这事儿肯定难。秦捕头，能保证徐武的安全吗？能。葛春、项武连夜值班呢，跑不了啊。那就行。撬嘴这事儿啊，咱们还得再想新招。呀，这是你抓的鸽子？哎呀，我就是抓这个鸽子呀，想给老爷弄个下酒菜，给大伙儿呀都改善生活，都吃点肉。啊，就这一个鸽子，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，给谁改善伙食呀？要不，现在这样，你帮我杀了他。哎，我不杀生，我不杀生的。行，弄。这都是你们男人干的事儿，你来吧。行，我来。你害怕呀？我怎么会害怕呢？我不怕。哦，那你不害怕就好。那我出去等吃啦。哎，你，哎呦，妈，飞走了。快过来，喝口茶消消气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哥哥，我想跟刘大人商量一下。
先把您送回去吧，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那可不行，老爷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你现在的任务呀，就是好好守好这个院子。我是怕那个索伦图再有什么动作，万一威胁到你，到时候就不是我拦着秦朗了，10个秦朗都拦不住我。你听老爷的话，老爷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记住了，老爷说的话就等于我说的话。你要是不听啊，我可不答应。不是。刘大人，这格格说让我听您的安排，我猜是您让格格这么跟我说的吧？是啊，我是看看你能不能帮我这忙啊。那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就行了，别让格格当传话筒了。我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？格格说话不是管用吗？你说的话如果都对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爱听呢？不过我还真想问问你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按兵不动，据城而战，直到找到最有力的反击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索伦图为什么为了个徐武来为府衙？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您是想查清楚，山东这些人都是什么派系？打人打软肋吗？必须得一招制胜啊！好，那需要我做什么？好，从明儿起，你跟秦捕头轮播换班，保护徐武。你安排我这些事儿也太不按常理来了，这不是我理解不了，我根本就看不上。你不用理解，听我的就行了，去吧。那好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还是没能见到傅大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避而不见？这个索伦图啊，就是个蠢货。这是刘墉的计谋，任何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份登州的快报。说什么？说让我们筹集赈灾粮，说是从军粮里面扣除一部分。这些人贪墨成风，如饕餮之鬼，永远喂不饱。这样吧，你告诉他们，就说山东境内有难民企图谋反，军粮不能擅动，赈灾之粮，让他们到别处筹划去吧。贝教啊，去巡抚衙门，今天就是睡在那儿，我也要见到傅大人。把徐武的事情给我解决掉啊！万一让刘墉抓住了把柄，这些混蛋谁都跑不掉。是，去吧。木兰姑娘，这个给你，万一遇到危险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啊，我不需要这个，你留着吧。听我的。这还是还给你吧。哎，臧大人，哎呦，副台大人，我终于见到您了。久等了。没事没事，就是再晚我见到您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请坐。哎，您请您请。臧大人如此着急，是因为索伦图的事情吧？可
不是嘛？您说这个索伦图啊，他简直是胆大包天，没有命令，他竟敢擅自动用兵力围了东昌府衙。现在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万一这消息传到京城去，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那臧大人你怎么看呢？唉，现在是骑虎难下了。您说撤兵吧，那就得把徐武交给刘墉。可是不撤兵呢，这个索伦图的个性你也知道，他是个莽夫，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万一他这个人……臧大人，我不管你什么徐武徐刘，我就问你，索伦图擅自出兵围东昌府衙，这是什么罪？所以这件事情该怎么办，你自己清楚。老爷啊，今儿啊，你怎么想起来给老爷弄点小酒啊？这不是夫人管的严吗？我好不容易从厨房里吐出来了，就知道老爷一定馋酒了。不白跟着我这么些年啊！老爷啊，就是这菜吧，真是让索伦图喂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整个府上就剩咸菜和花生。挺好啊，挺好。哎，媳妇啊，你不是抓了只鸟吗？是啊，我抓了只鸟啊，但是在杀鸟的时候没抓住，跑了。哎，跑了吧？老爷就爱吃个咸菜，咸菜挺好。老爷，等咱赶跑索伦图那个王八蛋，我给你杀鸡宰羊，大口吃肉。你这是过什么瘾呢？这你自己想解馋吧你？不是咱们共同爱好吗？媳儿啊，我问你啊，今天秦朗那个火气怎么那么大呀？你又撺掇他什么了你？这个老爷，我冤枉，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自己说，还是老爷自己查？你选吧。老爷，我不是气不过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要是会武功，谁还撺掇他？你这个孩子就是，他是个直性子的人，他能受得了你那个嘴吗？你说吧，这个事你是认打呀，还是认罚呀？我这不是给老爷弄酒了吗？老爷，你还舍得罚我吗？还得罚呀！你就以后每天给老爷弄点酒。那得等赶跑索伦图之后啊！哎，老爷，现在咱这酒窖里边就剩这点酒了，如果再被围个3、5天呀，这些人的吃喝拉撒、吃饭喝水都成问题了。哎，是啊，现在得赶紧想法子呀，让这个徐武张嘴呀。今儿啊，你这个脑子灵，你给我想想，有什么法子让他张嘴呀？老爷，你说像徐武这号人，腰缠万贯、山珍海味、声色犬马的，他怕什么呢？怕死啊！对呀，他肯定没有想过他自己有这么多东西，最后一死都不属于他。越有钱越怕没有机会花。老爷，你怎么不喝了？媳儿啊，别喝了，媳儿啊，咱们干活吧。啊，快带大喝送。好嘞。大哈苏，去年有人状告徐武醉酒伤人，但诗阁上最后写的是这个人喝醉了酒要杀徐武。这诗阁可是你签的字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大人，这个案子都已经结案了呀。是啊，是已经结案了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份诗阁上疑点颇多，且有多处涂改，是你签的字。大人，达克苏啊，
你请我吃鸿门宴，我可没搭理你。你要再糊弄本官，是不是要作死啊？啊，大人，我不是啊，这都是上任知府蔡永昌他让我干的，我就收了徐武50两银子。50两银子堵得住你的嘴吗？我大人，还有这个案子，你看，这死者的丈夫死于中毒，中毒迹象也很明显，怎么最后写成自然死亡了？大人，这也是徐武让我干的，我。还有什么？从实招来。我。大和苏，堂审这套你最清楚。姐儿啊，老爷，安排捕快，从头到尾给他来一遍。不，大人，我说，我全说。刘墉，你什么意思？想私审我？3年5条人命，你觉着谁能保你？哼！我还以为你查出什么新鲜东西，哼！原来全是这些个陈年旧账。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跟我有没有关系，那也是过去的事儿。这些个案子，蔡永昌大人已经结案了。难不成刘大人想把这些案子都翻案？不光翻案，必须重审。5条人命，我都要讨回公道。来呀，带达和苏。是。达和苏，这是你的供状，你可认罪啊？小人认罪，认罪。不过这一切都是徐武让我干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留下了证据，银票上我动了手脚。哦，对，是有徐武的手印。你个混蛋，刘墉，你私审我，这是犯法，我不认罪。徐武，此案证据确凿，我是可以先斩后奏的。来呀，案犯徐武，强抢民女，草菅人命，3年内害死5人，外加耿大一案，证据确凿，判斩立决，拖下去。是。我冤枉！你何冤之有？拖下去，砍了。刘墉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话要说。叫他回来。我要单独跟你说。可以呀。给我弄一壶酒。大人，听说里面已经揭不开锅了。用不了3天，刘墉就得来求我。哎，姑姐，3天都坚持不了，格格的身子再金贵，说到底那也是人呐。等把徐武弄出来，我再找这刘墉算账。哎，总觉得刘墉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啊。所以说他就是我的死对头，早晚是个祸害。所以无论如何也要，酒也喝了，说吧。刘大人，你真能保得住我这条命吗？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事儿你自个儿算，你得算你自己那条命值多少钱。我手里的东西，不值我这1条命。
差不多山东所有官员的命都在我这上头了。什么？一本账本。什么账本？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，平常自然有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，还有那些黑色收入，以及地下钱庄的往来。跟索伦图有什么关系？索伦图这些年贪墨的银两和那些黑钱的账目，都在我这儿。这么说吧，要是没有我，他这几十年的辛苦，就都付之东流了。有多少啊？几千万两吧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上呢。账本呢？在我手里啊。咱们可以做个交易，我要你保住我这条命，而且我要跟聂斯衙门的人直接见面。可以，但是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给我记下来。记什么呀？索伦图啊，以及济南府所有背后这些官员，你知道什么记什么。刘大人，这可是官场地震呐！这你管不着，你只管写。我告诉你，徐武，写得越清楚，你的命就活得越长。刘墉啊，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清官，只不过是诱惑对他够不够大而已。今天我见到你，我信了。徐武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聪明一世，只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：这个世界上，好人永远比坏人多。其实我知道，我都说出来，大概也活不了几天。不过总比现在就死了好。这脑袋要是搬了家，还怎么喝酒啊？刘大人，您真能扳倒索伦图吗？你觉着呢？他可是武官，手里有兵啊。您一个文官，就不怕吗？有兵啊，兵是皇上的，我怕他干嘛呀？啊，还有他背后那些官员呢？你觉着我怕吗？好吧，给我取纸笔来。来，好吃，快个！这平时可吃不着啊！这老板娘不光菜做的好吃，这裙子也是一绝。你懂什么？人还漂亮呢。谁弹琴啊？是老板娘，要不我让她停了。别。